晋朝5年，也就是1600年，真田昌信和他的儿子真田信繁在第二次上田城之战中表现突出，在中山道以悬殊的劣势兵力，成功的阻止了德川秀忠的大军前往关原前线，可以说是为西军争取到了先机。然而呢，关原之战仅仅半天就分出了胜负，真田父子所在的西军战败了。虽说呢是依靠次子真田信之的努力，真田昌信和真田信村都躲过了处决，但是也被举家流放到了冀州的九渡山，在真田家和前野家的援助之下勉强度日。今年的愚人节劳动，让我们来忆抚一下，如果丰臣家请到的不是真田信村，而是真田昌信的话，会发生什么？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先点赞订阅哦。那流放之后的真田昌信终于是感觉到了失意，他感到心中那伴随着自己数十年的大明雄心似乎即将熄灭了。终究是不得不承认，一个人的命运啊，固然要靠自己的奋斗，但是历史时代进程的力量却更大。支撑他心中最后小火苗的是他儿子真田信村对武士道的深刻理解。信村想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即使结果失败也绝不放弃。他把这些人力所不能及的事情都当作是作为武士理所当然的命运。信村的这种武家信念使得昌信依然愿意赌下一个乱世的到来，并且为之做好了准备。即使真田昌信所预料的足以让战乱再起的潜在矛盾都一一的被和平解决了，他依然依靠着信念支撑的希望。即使承受着沉重的负债，九渡山的真田家依然依靠季节性的礼物交换维持着在武家社交中的存在。然而各路诸侯为他们所争取的赦免建议却总是被家康所驳回。在这样的绝望中蛰居了10多年，昌信早已身心俱疲，但是他还有最后的希望，那就是成年之后的丰臣家继承人可能不会任由德川家来摆布，到时候还有乱世再临的可能性。终于到了庆长19年，真田信之的家书中出现了一个引起真田昌信注意的事情，那就是丰臣家拒绝按照德川家的意思重铸方广寺的宗名。经历了半个战国的真田昌信立刻就收到了信号，心中的那团小火苗也终于再次在他的眼中燃烧起来。果不其然，方广寺宗名事件过去才不到几天，丰臣秀赖的使者就来到了九渡山，邀请真田父子为丰臣家作战。行动如此的迅速，这让真田昌信感到这位丰臣家的少主似乎并非是传言中一般的是个没有存在感的无能二世祖。现在既然德川家已经摆明了不打算放过真田家了，那这个仇是一定要报的。但是丰臣家目前实力确实不足，即使是请真田父子出山也无法提供士兵，更别说是土地了。好在丰臣家是啥都缺啊，就是不缺钱，承诺以黄金400枚和白银50贯的军费帮助真田家重新武装。这个数字可以说是相当的慷慨，也侧面说明了真田家将会是这支新生的丰臣军中的主力部队之一。真田昌信和真田信村很快就接受了条件。然而离开九渡山呢，并非是易事。在这丰臣家与德川家可能即将决战的时刻，掌管冀州的前野家对这些流放大名的监控也更加的谨慎了。真田信村用了一点小手段，给了当地村民们借口。经过15年的共同生活，村民们都假装被真田家欺骗，放他们离开了九渡山。出山之后，考虑到冀州峡谷和伊势街道很可能被前野家和松仓家设立了关卡，真田家一行数百人直接翻山越过了藏王峡谷，到达了大阪，后世称为九渡越或者是冀州大返还。到达大阪城之后呢，丰臣家家老笔头大野志长前来迎接。真田昌信的到来也立即就引起了已经入城的浪人们的骚动。谁也没有想到真田昌信依然还活着，甚至都还能继续指挥战斗。请家康吃过味噌，并且2次击破了德川军的真田昌信的加入，使得浪人们的士气极大提升了。当京都所司代将此消息汇报给郡府时，家康也感觉到了压力。他一开始是认为丰臣家即使是能够找出一些将才，但是能打大仗的大名都在幕府军中，浪人们必定也只能分块作战，这样即使是战术吃亏，那在战略上幕府军也是立于不败之地的。然而现在真田昌信的加入使得战争的总指挥毫无悬念，浪人们也有了团结的对象，这让幕府军有了战败的可能性。不过考虑到军队规模和政治影响，这场无论如何都是优势在我的战争还是必须要打的。那另一方面，随着内藤基次和真田家的到来，指挥中枢可以开始组建了，大阪城内也开始讨论今后的方针。丰臣家家老团是主张坚守城池，而浪人们则是倾向于主动出击。将领们碍于立场，发言都比较克制，导致意见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大野志长于是希望真田昌信来一语定乾坤。真田昌信于是提议，可以先攻入京都，驱逐板仓一贺守，东边则是沿宇治赖田一线修筑防线。
大野志长则是提出异议，认为至诚之乱、受勇之乱、成久之乱，京都的防守方都是一样试图用少数兵力在宇治桥拖延住大军，但是无一例外都是大败，认为此计断不可行。那见到真田昌信都直接亮明了意见，后藤基次感觉是时候将作战会议的主导权拉回到武将们手中了，便替昌信解释说，当初的源赖政、木曾义昌、后鸟羽天皇殿下，个个都是戎马征战一生，哪个不是一时名将？他们正是知道宇治川乃是以少胜多的绝佳地形，才有当年的这些安排。如果大爷大人只知道历史典故，但不知道行军要领的话，那还请不要再插手军事部署了。织田长义于是出来打圆场，想必东边来的大军可以在赖田宇治抵挡，那么西边来的军队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真田昌信就主张，西国的大名已经没有几个是真正经历过乱世的大将了，他们也必定要看到德川军先开战端才会积极作战，那不如由真田信春和后藤基次为野战军大将，给西国联军造成士气打击。在丰臣秀赖的协调下呢，会议最终是决定由后藤基次协调全军，真田昌信辅佐后藤，丰臣秀赖和织田长义代替大野志长代表丰臣家参与军事会议。于是自然而然的决定了按昌信的战术开始作战。按照丰臣家的习惯，备战时买断了几类的粮食。真田信春则又领命在大阪城南修筑了出城补弱。10月下旬，幕府军在晋江一带结合诸侯编制成联军，丰臣军突然主动出击，占领了京都和福建，并且立即烧毁了宇治桥和赖田城桥。由博田兼相和明石全登率领1万人防守赖田方向，宇治川则由真田昌信、长宗我部胜清、大野志房和木村重臣率领5万大军防守。为了这些大军的协调，丰臣家还在重修整岛城，加固向岛城。11月8日，为了防止丰臣军完成京都东面的防御工事，幕府军呢也在宇治川摆出了进攻的架势。虽说宇治川是河流上游比较狭窄的部分，但是也有200米宽，超出了铁炮高效发挥的距离。双方竟然又开始了300年前的长弓对射。幕府军由上山镇、松平镇、锦衣镇尝试渡河，但是一旦接近了铁炮射击的距离，就会遭到强力阻击，然后被迫撤退。如此数日之后，整岛城修复，丰臣军有了主动出击的可能性。在当晚便由大野志房率队袭击骚扰幕府军，之后双方变得谁也奈何不了谁了。另一方面，后藤基次和真田信春在电川构筑防线，西国联军虽然也是沿电川布阵，但是没有强攻的意思。冀州方向的前野军到达前线时，发现东西2路主力都在等待战机，便在天下茶屋一带布阵，等待协调。东线的对峙还在继续，依靠绝对的兵力优势，幕府军尝试寻找丰臣军的防守薄弱点，但是一直没有成功。不过随着冬季河水流量逐渐减小，很快幕府军就会找到渡河的机会。到了11月下旬，真田昌信突然命令全军逐渐撤回大阪城。经过了3周的进攻，东线各路诸侯又只能用到从丰地送来的补给，幕府军已经有了疲惫之态。直到丰臣军开始撤退了1天之后，幕府军才终于发现了异样。那因为担心5万丰臣军主力的目标是依靠时间差优先击溃西线的联军，幕府军于是开始强行渡河。然而差不多同一时间，丰臣军掘开了高龟堤坝，数刻钟后洪水袭来，伴随着惨烈的牺牲和突然变宽的河面，幕府军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丰臣军撤退。本来就已经疲惫的东线幕府军，又经历了这一次突然的胜仗变败仗，士气终于难以继续再维持了。而撤退的丰臣军主力也并没有如预料中的攻击前野阵地，而是又在天满川构筑了新的防线，随后返回大阪城。在幕府军渡河的时间差，丰臣军重新分配了各方向的将领，后藤基次和真田信春也返回到了城内休整。真田信春阵是直接到南面出城真田湾中集结。面对即使为守大阪城依然没有败相的丰臣军，东线诸侯们阵中的厌战情绪依然在增加，尤其是在并未准备好充足的持久战物资的大名们阵中，急迫催促进攻的声音越来越多。松平、前田、伊达、锦衣等阵的部队一度尝试从南面强攻，但是遭到了来自真田湾的激烈铁炮火力的反击，一直无法接近。在付出了2000人伤亡的代价之后，还是被迫撤回了。而西线的毛利秀就曾收到了毛利辉元急报病重，带领毛利家和吉川家的大部分部队返回了，留下毛利秀元和少数部队继续作战。连续的进度停滞使得幕府军的指挥逐渐瓦解，即使是听说幕府军正在天满川上修筑堤坝阻截河流，也听说德川军将运来大炮直接轰击大阪城，依然无法阻止城外幕府军在严寒天气下的士气下降。年老的家康自己都已经无力支持12月的军营生活了，退回到了郡山城遥控。
到了12月15日，德川军终于在备前岛上完成了大炮的组装，开始连续炮击大阪城主城。德川秀忠是希望以此作为与丰臣家谈判的筹码，然而大阪城内的武将们强烈反对和平谈判。大野志长被排除出了军议之后，电电和丰臣秀赖的话语权基本是五五开。真田昌信和织田长义两位老人也在劝电电和秀赖再坚持一下。最终是丰臣秀赖下定决心支持武将们，丰臣军不再接受和谈调解。随着幕府军的士气越来越低落，真田幸村、木村重臣和长宗我部胜清开始主动出击骚扰幕府军了。到12月底，传来了家康在郡山城重感冒的消息。考虑到他的年龄，德川秀忠必须赶回去商量可能的交接事宜。伊达政宗和毛利秀元也向秀忠建议，战局已定，无论如何要与丰臣方停战的。于是秀忠留下江基作为代理人，由阿察局须和和本多正信负责谈判。前景三姐妹竟然活着在大阪之战后又见面了。处于绝对优势的丰臣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包括大阪城归丰臣家所有，允许丰臣家将浪人们收纳为家臣，授和原作为丰臣家的直领，还有一些附庸势力的领地，丰臣秀赖就任关白等等。相对的，作为交换，丰臣家接受的德川家条件包括承认江户幕府为武家领袖，丰臣秀赖向德川家康宣誓效忠。秀赖之后，公家丰臣家要与武家丰臣家分离，朝廷不设征西大将军等等。虽然失去了政权领袖的虚名，但是扩充了足以自保的实力。对于丰臣家而言，这些条件也是甩掉了早该放弃的历史包袱。经过这一番波折，德川家康也知道，在他的有生之年是不可能吞并丰臣家的。最后的大阪之战，使得江户幕府成为了无可争辩的日本中央政权。这已经是他这把老骨头能为德川家做的最后贡献。4年，德川家康和真田昌信这对老对手都在最后完成了人生目标的满足感中去世。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明年愚人节再见。